这边第一个门突然撞了过来，我抬看看 ，NA 被控制住，妈妈救我，直接是妈妈进攻了，这一波 FAK 全员残血，的是人还活着，但后面居然一个闪 Q 2个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随着坐车搭上了边者之墙，还有一个，来，好像是卡桑利会送，好像是卡尼大树也会送啊。我大叔是找机会啊。为什么你的就是找机会才能送的？哦，你很经典哎。上去了吗？我看他们都上去了。对啊，那你带嘞？都在里面了。东西拿上去确定了。对我来说，闪电狼是我的憧憬，是我电竞的启蒙。闪电狼的职业态度是我们学习的对象。我觉得他们帮我们设置了很高的标杆吧，这是我们要一直去突破向前的动力。他们带回来的经验让我成长。我会承载着他们的精神往前走。闪电狼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，TFO 会持续进化，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。我们也都必须要追求更高的目标、更高的舞台，是时候该往前走了。世界赛是一定会去的，但在这之前，我想先教训一下凤堂。洗洗睡吧。曾经的队友成为了对手，如今狼群之间的宿命对决即将展开。各位欢迎来到本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，我是主播 JR， 我是赛评秋伟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将会是由 PSG 要来对上 CFO， 这应该也是大家期待许久。2艘 PCS 战舰在今天要来正面相碰。没错，无敌往前一勾勾到卡桑蒂，但现在卡桑蒂是一个无敌存在，Maple 被秒了。卡萨一拳直接揍死 Maple， 后面还有火步联系这一台俊家叫了破信者上墙，但现在 PSG 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卡萨还拿下了这条小龙，阿志进入到龙坑里面，但自己才是被处理掉的对象。卡萨蒂收起刀落，再砍一颗人头。现在 CFO 来到了主堡面前，顺把2座的门塔防御塔给推掉，闪亮标志要起 CFO 先拿下第一局。来把吧，换个 BP。我自己认为对上 CFO 会落败的原因就是我们版本没有抓的他们的好吧，就是在英雄理解的方面，他们比我们做的更好一些。这把玩起来感觉就是很被动。这把是啊，因为下去之后他还能选出这个飞来的眼却就很尴尬，我觉得。小尬，就玩主动一点了，这把太打得太被动。推到2个，往前一发的伤害直接秒杀。这里 Gory 立了个大功，拿下了 double。阿兹进场无法存活 ，Gory 拿下3连杀。走吧，完了，都死完了。我瞬间的进场，这里终于轮到 Gory 表现的时间。夜曲飞了回去，但也只能原地阵亡。Racer 冲到了后排，把 Betty 给带了回来。Betty 还想要输出，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最终还是要被卡桑蒂给料理。顺直接收下这个人头，后面还有等离子火箭，但会是为 CFO 庆祝的烟火。旧时代的回忆成为了 CFO 他们成长的养分。CFO 2比0击败 PSG。他说第一时间都没看到。我们有点急啊，主要大龙其实我们大概知道还没吃完吧。我是觉得你们太急了。我觉得玩的太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你看你们说不知道这里有人，你不知道这里有人，那就是代表这里也可能有人，对吧？在你们的视角，不太会啊，因为不是我问的就是撒谎，你说撒谎不会在这里，然后他又说这里会有人，那到底是有人还是没人？你们没有发现你们很诡异吗？现在，你们不知道这里有人还是这里有人啊？那人到底在哪里？你们要去逮那个人啊！所以你们完全没去思考。到底会在哪里啊？就2号对上 DCG 我们也输了嘛。其实我觉得那一周我们的状态就是不是特别的好。他们要大龙啊！你们我一定要 TP， 我要 TP。哦，那吃巴龙吗？但吃巴龙速度应该不快的。了吧？是阵容。他们不好吃大龙，别急啊！来，就加 Q 到欸，吃俊家没问题，飞过去，利用3郎做一个位移，再开 W 再走。哇，别急啊，真的。很难吃的。真的，我没事。又输的原因可能就是打得有点上头了，就是我们有点太想追人了，太想杀人，然后就有时候追过头，然后就反而变我们自己输掉了这样子。这个 TP
直接亮在人家脸上 ，Q1、Q2 全中，阿兹又倒了，要拉扯一下，先走。自己上路已经没刀塔，再勾到一波的大节奏 ，DCG 全面胜利。等一下，这个什么一波了吗？什么情况 ？DCG 准备要在今天要来击败 PSG 2比1，拿下胜利。哦，是哦，为什么？哇哦，又烂尾啦！这个画面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因为我讲真的，我这把这样干就超难玩的。我知道没什么节奏。玩到现在就超难玩了。我们卡牌也是在被压的，对不对？我讲真的，我们就算亏一点，我们在这里找机会都有机会啊，在这里，不然我们这个游戏玩不了啦。我们就这样一直被动啊，我们被动到这个卡玛，果子送来送，上来送跑，我们把它打被16分钟3条啊。其实2连败之后，当然那时候可能大家都是比较难受一点嘛。那当时候我有跟他们说，我觉得我们优先级别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，我觉得，因为有一些阵容我觉得就是不太适合我们队伍。然后你们听我说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，我们其实送头是停不下来的，我觉得，对吧？我们的失误是停不下来的，我一直都跟你们讲啊，我觉得你们没有很在意啊，就是已经告诉你人会来，你的队友也提醒完了，但你还是会被打状态，对吧？就是我讲真的，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。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真的会，尤其像我们最后玩到这个远古龙这个时候，龙魂这个时候，就是皇帝这个 TP 就会让我感觉你们很急啊。但你们有想过吗？我觉得我们的阵容摊开，我们的人啊。摊开 ID，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玩得比他们好。为什么你们会玩得很急？你们到这个时候，你们一定输吗？没有吧？为什么你们会玩得这么急？我其实不太懂。我也希望我们下一周开始训练啊，就回来之后啊，我希望你们真的认真的对待训练赛。训练赛怎么打，你们比赛就会怎么打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无数次了。你们训练赛会死的东西就会死，你们训练赛会上头的东西就会上头，你们比赛也会上头，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很上头，对吧？第2把就很明显，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要认知到的啊。我们下一轮想办法拿3场，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自己排位那么低，不然我们就要打很多个包5，对吧？那就更难受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我们还是要去成都的吧，不可能不去成都吧？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好的，欢迎现场所有张级观众回到了2024 PCS 春季联赛，马上迎来下半场的焦点之战 ，FAK 来出战 PSG。对，这个很大，但你有那么牛逼？FAK 觉得我们准备的蛮充分的吧，然后感觉只要限制住他们上路，他们队其实就不太会有其他路来 K 路。那在上一次的交手 ，FAK 是以2比1成功击败了 PSG， 而 PSG 其实在近期的赛程方对上 CFO 也是在整体的局势下来说0比2惨遭击败，所以 PSG 现在整体的态势来说，在这几周其实相对没这么稳定了。我有带一个凝滞命运，是乌迪的出手直接抓到了居民安，不过有个吞，凯文救回了自家的中路，但看起来状态居民还是掉了非常的多。哎，后卫遇到后卫了，拉扯一下，好大一个车，开车，他一个好大限制对手跑不掉，进场的贝蒂开始收割，拿下了 double kill。阿志拉扯，居民恩能跑掉。哇哦，哇，没破这波有，这个大好吗？好大。正面位置 FAK 躲在了主堡后，但 PSG 能先行的料理这一场比赛吗？没有，贝蒂还在杀人，但队友拆掉了主堡，恭喜 PSG 拿下第1场比赛胜利。玩得好。这里还没有治疗吗？没有，那都还没有。那你就按闪。对，中路换人了。中路，他们中路换了，没错，他们应该要换角色。哎，绕到了，但正面的团战被开起来了，无所谓。大绝跟着脚，随着开战，就本来进了，让凯文抓到了后排，有了2个人。我觉得还行。先打前面，先保我们C位，哪边 C 位先吃，就赢了。卡上地，抓到了。没有人限制贝蒂就站着输出，后面只差1件，带着250块的悬赏金 Q3 的3个人，但正面还是被斩掉，傻到 get 到了俊佳。哎，已经开得很好嘞。
已经不知道怎么开得更好嘞，怎么办？经过这一周的调整，然后我们整体团战，然后还有一些营运的东西，做的都比上一周还好。然后希望可以延续这周的状况，然后准备下礼拜的比赛。这边节目来想，骑士留在俊家直接被秒，连带进场的乌迪也有危险。什么东西啊？他的连续位移出来，但后面的爆喷已经开始了。他的火焰不间断 ，Double Kill 又是拿下，还在收割，又是一个狂暴火龙，10-03的成绩。一剑才刚复活，但他没有阻断对手的可能性。架起自己的 W 只能回到自家的温泉，但对面再次的斩杀，老妈再次登场，天上一飞，拿下人头，同时结束比赛。我们恭喜 PSG 2-0结束今天的对决。